Hello， 我是寻人 YouTuber 露露露。二之国交错世界已经在近期正式公测了，应该会有一些人在登入游戏后，看着游戏初始能选的5大职业，不知道该选哪个好。这5位角色其实分别代表着不同的职业，而同时在攻击模式上也有分远程和近程之分。同时有些角色又有一些输出加辅助的综合技能玩法。因此，接下来露露将会大致整理下5个职业的特性与技能输出技巧，以利新手或是后面要创小号玩的时候有更好的选择方向哦。在二之国交错世界中的巫师，不同于一般游戏常见的巫师一样，有着手持法杖的传统形象。二之国的巫师所持的武器是在法系职业中相当罕见的长矛。该职业不仅有着5种职业中伤害系数最高的攻击技能，巫师的攻击技能中还有着贯通、晕眩、缓速等丰富的范围伤害与牵制手段。不只是这样，巫师还有着类似在英雄联盟中才能见到的闪现技能，但这项技能可不只是让巫师闪现到指定的地点而已哦。在使用闪现技能之后的1秒内，还可以让巫师进入1秒的无敌状态，且在指定的时间之内，只要再次使用闪现，就可以回到原先的位置。如果肉肉们喜欢这样灵活又充满输出爆发力的职业的话，那巫师肯定是你的第一选择哦。在坦普打的铁三角当中，自然是不能没有坦克这项重要的职位。破坏者本身有着诸多减伤与提高抗性的强大生存手段，将能够保障自己在战场上存活到最后一刻。但只有保护自己是不够的。破坏者本身还有着嘲讽、吸怪、沉默等可以保护后排队友的强大技能。除此之外，他更有着能够变身成雷神的狂怒充能，大幅提高自己的输出，并在周围召唤能够晕眩敌人的黑色闪电。如果是喜欢当前排坦克保护队友的玩家们，便可以考虑培养破坏者作为自己的主力角色。流氓是拥有着高射速与多样位移和牵制技能的角色，能够凭借着移速与短 CD 的位移技能，不断的风筝敌人。即使敌人成功接近流氓，弓箭手本身也还有一系列的控制、晕眩与缓速技能可以进行牵制。而且在强化 buff 的部分，除了有提高移速与伤害的效果之外，流氓还有着该职业专属的加速回复能量效果，可以再次提高他使用技能的频率。如果是喜欢远程输出和风筝敌人的角色，那么流氓也是你的首选哦。如果单看外表的话，其实很难猜到技师真正的职业。手拿来福枪与科技武器的技师，其实是游戏中相当强势的奶妈职业。在辅助技能的部分，除了有超大范围的治疗技能外，如果队伍内有残血的队友，还可以技能闪耀的治愈及时拉回目标的血线，并同时提高防御力。假如队友真的在战斗中阵亡，也可以使用 CD 时间只有50秒的死者附身，将阵亡的队友从鬼门关面前拉回来。除了治愈和复活效果之外，技师还可以利用技能来缩短自己和队友的技能冷却时间，让整支队伍在战斗的时候变得更加灵活哦。在牵制技能的使用上，技师不仅拥有范围缓速的技能效果，其技能彻底的混沌还能够造成大范围敌人陷入沉默状态。铁该技能有着事后不理的特性，能够让技师在进行牵制的同时，还可以顺道走位或是辅助其他队友。如果是喜欢担任辅助职业，成为队友最坚强后盾的肉肉们，就可以考虑培养技师哦。最后是那位长得很像那位霍什么的剑士的部分，肉肉觉得剑士是这款游戏当中蛮特别的一项职业，他的技能可以说是上述4种职业的综合版。剑士有许多技能是可以同时进行到辅助与牵制的效果。像是技能防御生育，除了可以对敌人造成击倒与破防的效果外，还能够同时提高队友的防御力；或是技能神秘降臂，同样可以在为队友提供减伤的时候，同时让敌人们陷入致盲状态。而除了这类综合口味的技能之外，剑士也有着别具特色的辅助技能，像是生命的恩惠，不仅可以恢复队友的 HP 和赋予护盾，还能够在时间内提高全体队员的血量上限，增加队伍在战斗中的容错率。在输出技能的部分，则有着解放之刃这项辅助技能，可以让自己的攻击形态转变为远程攻击，并且附带增加攻速的效果。且在攻击技能上还有着后退与途径2种附带位移的攻击技能，能够让剑士依照当前的战况进行追击或是风筝。总体来说，法师就是完全的远程输出角色，破坏者则是能坦能打的近战角色，流氓属于远程辅助型角色，技师属于远程恢复型角色，剑士则是平均型的角色。虽然一般游戏中辅助角色输出伤害都不会太高，但在游戏中就算作为奶妈，也是有能够和其他人一同吃网以及在野外挂机的能力，因此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喜欢的职业。唯独比较受限的就是，虽然选定角色后可以捏脸，但性别与职业是绑定的，是没有办法玩男法师或是女剑士的哦。以上为二之国交错世界中5大职业的挑选指南。洛洛一开始玩了法师和技师2种职业，
但后面还是觉得拿枪的萝莉很帅，加上用奶妈挂机也能够间接省一些药水，因此在职业不同上并不会感到特别大的落差。那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。觉得影片内容受益，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。喜欢这支影片也可以点击喜欢，给洛洛一个鼓励。后续也还会再制作相关的攻略内容，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。我是寻人 YouTuber 露露露，我们下次见喽。